我经常被人问到的，就是我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了我怎么办？我的总胆固醇高了我怎么办？我是学生酮饮食的人呢，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非常的高，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持续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我可以把这个问题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我们一般人可以听得懂的方式来解释给你们听。首先呢，我们要先搞清楚几件事情哈。什么叫做低密度脂蛋白 LDL？ 实际上目前现在大家用这个名词哈，已经混乱加错乱了，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名词统一一下哈。LDL 英文叫做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它是一个载脂蛋白，运载脂质的一个东西。LDL 是我们肝脏制造的，它是一个粒子啊，像一个球形的东西，它里面是空的，装货的。它的工作是负责运载脂质的，所以我们肝脏里面有一些脂性的物质、脂性的营养素，就需要透过 LDL 这个粒子帮我们输送、送货、下货。所以 LDL 这3个字全名叫做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指的是这个载脂蛋白。当你在说你的低密度比较高的时候，你真正的意思指的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较高，所以你想要说的是低密度胆固醇高。低密度胆固醇的全名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英文叫做 LDL-C，C 代表 cholesterol。所以正确的沟通方式是，如果你讲的是 LDL 或者是 LDLP， 指的就是这个例子。如果你讲的是 LDL-C， 指的是它里面装载的胆固醇。OK， 我们把这个事情先解释清楚，一个是粒子，一个是里面装载的货物。你们平时大家担心的 LDL 比较高，你们担心的是低密度胆固醇比较高，问我说我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名词先解释清楚。我们先来学习一下低密度脂蛋白这个东西啊，它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饮食里面吃下去的脂性的物质啊，包括我们做菜用的油，包括我们食物里面的油脂、脂肪、甘油三酯，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脂溶性的营养素，包括食物里面的胆固醇都属于脂性的。这些脂性的来自于食物的物质呢，在我们的小肠里面，我们小肠也会制造一个载脂蛋白。我们小肠制造这个载脂蛋白叫做乳糜微粒 chylomicron， 体积非常大。那么我们食物里面的脂质装在乳糜微粒里面的，然后透过乳糜微粒送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循环系统里面，然后呢负责下货，我们食物里面吃进来的脂肪、能量下货，营养带到肝脏去了。当我们的肝脏里面有比较多的脂肪的时候，主要的来源是高糖饮食，碳水化合物的热量用不完的话，你的肝脏就会把它转化成脂肪。那转化成脂肪以后要送到身体里面去存呢，它就会把这些脂肪、甘油三酯放在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里面，送到你身体里面去储存去。这个是你肝脏里面如果有太多的甘油三酯。那如果你是正常的，如果你肝脏里面没有太多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是干什么的呢？低密度脂蛋白是负责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负责输送胆固醇的，同时也输送其他的脂溶性营养素跟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原始的主要任务是输送胆固醇的，不是输送甘油三酯的。是你太多的甘油三酯在你的肝脏里面了，它只好放在 LDL 里面去输送。那么如果我们讲到这边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们低密度脂蛋白里面会有很多的胆固醇，因为你的低密度胆固醇的数字高了嘛。我刚开始接触这个题目的时候，是先听到一个澳洲的医生呢，叫做 Paul Mason， 很年轻的一个医生呢，我听他的演讲啊，听了几次，完全颠覆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了。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我的认知从他这儿来的，然后后面又读了几本书，综合了很多专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以后呢，把它总结起来跟大家介绍。首先从胆固醇说起。胆固醇究竟是不是一个邪恶的物质，导致我们不健康的？不是。胆固醇是一个我们身体对它有绝对依赖的一种重要物质，没有胆固醇，地球上就没有生命了。所以胆固醇是生命重要的一种元素。大家都以为你验血报告里面胆固醇高了，你不要管低密度还是什么密度了，胆固醇高了，大家就会去怀疑说是不是因为饮食里面吃进去了太多的胆固醇。在这边我可以跟各位解释一下，你饮食里面的胆固醇跟你验血出来的胆固醇的结果几乎没有关系。我告诉你我们身体的胆固醇哪儿来的。第一，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自己会制造胆固醇的。
所以如果说胆固醇是对我们生命有害的，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会制造一个有害物质，不合逻辑哈。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会制造胆固醇，它太重要了。我们的细胞膜的表面经常会受到伤害，需要修复，需要靠胆固醇去修复的。我们身体有很多不同的激素，我们身体制造这些激素的基本原材料来自于胆固醇的。我们身体制造胆汁，胆囊里面的胆汁需要胆固醇的帮助的。修复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对胆固醇有依赖的。所以胆固醇它的作用其实蛮复杂的，而且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很重要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自己都会制造，因为它重要啊。但是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对胆固醇的需求量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需求量少的时候没有问题啊，它自己制造的够用啊。但是当它需求量比较多的时候，它自己制造的量不够了，所以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有一个调节的机制啊。我们身体有一个器官呢，这个器官的细胞呢，制造胆固醇的能力非常强大，就是我们的肝脏。我们肝脏细胞它有能力制造很多的胆固醇，然后透过细胞与细胞之间的信号沟通跟交流，我们的肝脏决定制造多少胆固醇。如果你身体的细胞信号来了，需要胆固醇的量比较多，你的肝脏就会制造比较多的胆固醇。如果信号来了，需要胆固醇比较少，肝脏就制造比较少的胆固醇。所以这个是我们身体细胞与细胞之间透过激素，透过神经元，它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他们就自己决定了，全自动的。你去看这些学者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的肝脏根据身体的实际需要决定制造多少胆固醇。所以先搞清楚一件事，我们在验血的时候看到胆固醇比较多，或者是胆固醇比较少，是根据身体自己的需要，它自己去调节的，不是外太空飞来的一个异物跑到你身体里面去变出来的，不是的。然后呢，为什么说跟你的饮食没有太大的关系呢？如果你饮食里面吃到的胆固醇比较多，那么你肝脏呢就会自动少做一点，因为它需要的总量就那么多。如果你饮食里面吃的胆固醇偏少，身体需要比较多，你肝脏细胞就会制造比较多。所以他们说你验血出来胆固醇的高低跟你饮食里面的胆固醇其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好了，肝脏把胆固醇制造出来了以后，需要有一个东西输送这些胆固醇给我们身体的细胞。什么东西负责输送这些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载脂蛋白啊，它要把这些胆固醇装在低密度脂蛋白里面，送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输送给我们身体需要胆固醇的细胞。所以它是利用低密度脂蛋白负责输送的。那你说你验血的时候验到的低密度脂蛋白里面的胆固醇多了，你就开始担心了。首先你这个担心是有点没有根据的。你说可是医院的化验报告上面有个范围的，我超过那个范围了，难道我还不需要担心吗？我请你们去追根究底的去了解一下这个范围从哪儿来的，这个标准是如何制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标准的制定啊，不仅仅是从科学的角度去制定的，有非常多的考虑。所以我建议你啊，看这个范围的时候呢，把它当做一个参考的东西看就好了，真真正正回到科学层面去看胆固醇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范围先放在一边不说，你就超过这个范围了，是你身体有需要啊，你身体有需要，你的肝脏制造的，难道你叫他不要吗？你说后来它变成血管斑块了以后我怎么办呢？我们一点一点继续往下说。谁说胆固醇来了你就会有斑块了？我们一点点往下说。当肝脏把胆固醇装在 LDL 里面送到血管里面去，送给我们身体利用的时候，这个 LDL 刚刚离开肝脏的时候体积很大，里面装载了很多的胆固醇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它的名字他们叫它叫做 VLDL， 极低密度。然后呢，它开始下货了2-3个小时以后，它的体积就缩小了一部分了以后，它就名字就改成叫做 IDL Intermediate。 它再继续下货，它体积再变小一点，大概2天左右呢，它下货的任务就完成了。这个时候它叫做 LDL 了。它真正下货完成了以后，它就应该回到肝脏去了，回到肝脏以后再装货，然后再出来继续送货，这就是 LDL 主要的任务了。2天是一个时间节点了，它2天的时间它需要回肝脏，它2天的时间之内它要把下货下完，它才可以回肝脏。可是你的 LDL 是不是一定可以在2天的时间里面把货物全部下完呢？不一定。如果你的 LDL 里面装载的仅仅就是你身体需要的胆固醇，下货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你身体需要嘛。可是如果你的 LDL 里面装载了很多的甘油三酯呢？为什么你的 LDL 里面会有很多的甘油三酯？从哪儿来的？你的肝脏里面有太多的脂肪，太多的甘油三酯，肝脏说肝脏不要的，肝脏把这些甘油三酯也装在 LDL 里面送走啊。你肝脏里面的甘油三酯从哪里来的？第一，
身体不燃烧脂肪，你吃了很多高糖饮食，你身体多余的糖分都把它转变成脂肪了，装到低密度脂蛋白里面送出去的甘油三酯呢，没有地方可以下货，因为你身体不燃烧脂肪嘛。如果你身体燃烧脂肪的话，这些甘油三酯可以被 LDL 下货下掉的。可是高糖饮食的人身体是不会燃烧脂肪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来源啊。如果你是生酮饮食的人，你误会了生酮饮食的真实结构，如果你真的是大量的吃脂肪的话，非常有可能是那些脂肪你吃进去了以后，你身体用不完的，用不完的这个部分也会到你的肝脏去了，肝脏同样的把它放到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里面去了。所以当你们看化验报告的时候，甘油三酯如果很高，说明你低密度脂蛋白里面装载的货物有很多甘油三酯，原本它不该在里面的，而且你身体用不完的。这个时候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里面就有很多的甘油三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胆固醇。为什么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货车的空间被甘油三酯占住了，本来可以装很多胆固醇的，现在装不了这么多了，因为它需要装甘油三酯啊。你看到你的化验报告甘油三酯变高了，说明你低密度脂蛋白里面的甘油三酯多了。这个甘油三酯呢，下货下不掉的，下货下不掉的甘油三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没有办法在2天的时间里面回到肝脏去啊，因为它里面的货物没有下完呢，不能够回肝脏去了以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在你的血管里面继续循环了，它要找地方下货。但是呢，我们血管的环境啊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血管里面的环境有各种不同的自由基了，各种不同的氧化物了，各种不同的可以供给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东西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所以如果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在血管里面停留的时间过长了，一般来说啊，到了第3天了，到了第4天了，低密度脂蛋白的表面呢，它就开始氧化了。当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载脂蛋白开始氧化的时候呢，它体积就进一步的缩小，它的密度就变大了，体积缩小，密度就变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叫这一种低密度脂蛋白呢，叫它叫做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它体积变小了，密度变大了。正常在工作2天以后可以被肝脏回收继续下货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呢，我们称它们为大而蓬松的低密度脂蛋白。所以低密度脂蛋白你去验血的时候看到那个数字 L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大而蓬松的还是小而密的。如果它是大而蓬松的，它对你无害的，它做它正常的工作的，它下完货以后回肝脏的，它对你没有任何影响的。可是小而密的呢，它没有地方可以去了，这些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它最后是去形成你身体血管斑块的原材料去了，是这些小而密的对我们有害。但是你验血报告里面你分辨不出来啊，你跟我说老师我的低密度胆固醇很高怎么办？如果你们前面的课你有仔细的听的话，有一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啊，什么东西啊？甘油三酯啊。因为如果你验血报告里面的甘油三酯比较高，说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里面装载的甘油三酯比较多，它回收就有可能会受到困难，下货会下的比较不顺利。所以如果你的甘油三酯比较偏高的话，你就需要怀疑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小而密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那如果你的甘油三酯很低，它变成小而密的机会就很低了。所以在 Paul Mason 的讲座里面，他们是医生啊，他们不是学术研究学者，他们有非常实际的方式来判断。我们用的这个单位不一样，我们在国内或者是在加拿大用的单位跟美国用的单位不一样，你们注意一下这个单位。我们在中国或者在加拿大用的单位，如果你的甘油三酯在 0.8 以下，你就不需要再操心你的胆固醇了，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几乎全部都是大而蓬松的了，它们是会正常循环，正常再利用，它不会变成小而密的了，它对你的健康没有危害了。其他的数字你就不用担心了，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好，你的胆固醇也好，都是大而蓬松的，是健康的，是你身体需要的。那如果说你的甘油三酯超过了 0.8， 超过了不是很多，你的甘油三酯是 1.0 或者是 1.2， 超的不是很厉害，那你也不确定它究竟如何。那么另外一样参考的指标呢，就是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高密度呢，目前在国外呢，在北美洲呢，已经把上限了，屋顶要拿走了。意思就是说 HDL 越高越好了。如果你甘油三酯超过 0.8， 那么你用你的甘油三酯去除以高密度脂蛋白，比值在 0.8 以下，那么说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 LDL 大多数都是大而蓬松的了。所以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单纯的去看胆固醇的数字，
单纯看胆固醇的数字，你没有办法判断它是好的还是坏的，你要看甘油三酯。如果看甘油三酯还不够的话，看甘油三酯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关系，甘油三酯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就是好，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才是关键。对大家有代谢性健康疑虑的朋友们来说，你们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呢？绝大多数高糖饮食的人甘油三酯都偏高，2点几的、3点几的非常普遍，1.5、1.8的更多，有少部分的人比较特别，比较例外。吃高糖饮食的人呢，高密度脂蛋白一般来说都偏低。如果你的甘油三酯高，然后高密度脂蛋白低，刚好是我们不想要的方向啊，这个说明胰岛素抵抗的可能性就已经非常高了。胰岛素抵抗啊，目前在人群里面大概涵盖了75%的人群啊，有不同程度的胰岛素抵抗。所以胰岛素抵抗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呢，是甘油三酯高，高密度脂蛋白低。它还有其他的特征呢，但这2个是其中的一个特征。大多数时候会出现在高糖饮食的朋友身上。如果你从高糖饮食转变过来吃生酮饮食呢，如果你真正吃对了生酮饮食，你的甘油三酯会在2-3个月的时间里面迅速下降，然后你的高密度脂蛋白呢，在2-3个月里面会迅速的上升，它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你就会知道你整个血脂的结构啊，就开始发生良性健康的转变了。这个是关于血脂，关于胆固醇，我们如何认识它，如何看待它。